你或你的家人有肾脏问题吗？朋友们，你知道吗？在台湾每10个成年人就有1个可能已经有慢性肾脏病，但更可怕的是，大部分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有病。上网查肾脏不能吃的食物，保证看到香蕉、酪梨、番茄榜上有名，对吧？但今天我要颠覆你的想象，对你的肾脏来说，吃一根天然的香蕉，可能比吃一个杯子蛋糕还要安全多了。很多病友为了护肾，连青菜水果都不敢碰，结果每天吞下那些标榜低钾却塞满磷酸盐和少数钾盐添加剂的加工零食。说真的，这根本是在慢性伤害自己的肾脏。今天这支影片，我要揭开肾脏真正怕的秘密，用医学逻辑帮你清掉网络上乱七八糟的护肾迷思，别再抱着错误观念，否则你的肾脏正在悄悄加速恶化。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宽宽医师的频道，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我一直强调极简护肾，护肾并不复杂，我们不需要依赖神奇的产品或繁琐的疗法，只要简单的改变一些生活习惯，就能守护肾脏健康。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用最简单的方法让肾脏更健康。你是不是每次吃饭都像在拆炸弹？看着餐桌，心里想着这个钾会不会太高？这个磷会不会超标？最后搞得自己只敢吃白饭配白开水，整个人瘦得像皮包骨，体力也越来越差。在诊间，我常看到病友拿着一张皱巴巴的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进食的水果，他们焦虑地问我：宽宽医师，我这辈子是不是都要跟美食绝缘了？最让我心疼的是，我见过有人因为害怕钾，连水果都不敢碰，却每天喝含糖饮料、吃加工的肉品，结果肾功能在短短时间eGFR 从45直接掉到30。这种焦虑我完全懂，因为你被错误的逻辑误导了。肾脏病不是教你什么都别吃，而是要学会聪明的吃。现在我要直接告诉你3个肾脏最怕的饮食陷阱。第一，天然磷钾 vs 添加磷钾，慢车与特快车的对决。大家最怕的钾和磷，其实在食物里扮演完全不同的角色。天然食物像蔬果、坚果里面的钾，就像搭慢车，有纤维做缓冲，吸收缓慢，肾脏有时间慢慢可以处理。但加工食品的磷酸盐和钾盐添加剂，就像特快车，因为没有纤维的阻挡，吸收速度超快，一下子就会冲进血液。如果肾脏功能不佳，排磷排钾的能力下降，就容易会造成高血磷和高血钾的危险。第二，超加工食品，肾脏过滤器的终极杀手。你可以把肾脏想成一台精密的滤水器，超加工食品，例如香肠、泡面、即食调理包等，通常含有高钠、高糖、高饱和脂肪酸，吃多了就像水管里堆满水垢，血管会变硬，破坏肾脏。血管一旦变硬，我们的滤芯，也就是肾丝球，就得承受更高的压力，肾脏更容易受损，最后整台滤水器，也就是肾脏，可能彻底的报废。第三，唯一禁用的果实，杨桃。这是影片最重要的警告啊！杨桃是唯一一个所有肾脏病患者都绝对不能碰的水果，它含有特殊的神经毒素 caramboxin 杨桃素。健康的人肾脏可以排掉，但肾功能受损的人排不掉。毒素一旦累积，就可能引发严重的打嗝、抽搐，甚至致命。这边举2个案例：张贝贝65岁的退休老师，诊断出慢性肾脏病第3期后，成了网络上的护肾达人。他把所有的蔬果都戒掉，怕钾离子太高；豆类、坚果也都不碰，因为怕磷离子太高。3个月后回诊，体重掉了5公斤，出现严重的营养不良指标。更惊人的是，他的肾功能直接从肾丝球过滤率45分掉到30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身体为了生存，开始消耗自己的肌肉，产生更多的尿毒素，结果把肾脏压得更辛苦了。后来我告诉他，贝贝，其实青菜是可以吃的，只要切小块，穿烫过，把水沥掉就可以了。我们再帮他补充一些低蛋白的营养品，补足热量。半年后，他的体力就回来了，肾功能也稳定住了。第2个故事是爱喝果汁的小林。小林20岁大学生，肾丝球过滤率偏低，他听说要补充维他命，
每天早上就喝一大杯现打的果汁，却不吃水果，觉得果汁更精华。结果血甲多次飙破安全值。我告诉他，果汁其实是没有纤维的钾离子浓缩液，这种就像直接往肾脏灌药一样，非常的危险。我教他看包装上的成分表，他才惊觉，原来平常爱吃的玉米饼皮、罐头浓汤里都含着大量的磷酸盐添加剂。改回吃原型食物后，小林的血磷、血钾都回到安全的范围，再也不用担心不小心冲击肾脏。听完这两个故事，宽宽医师想跟你分享2个简单，今天就可以开始实行的护肾行动。第一，学会看成分标签，买东西前一定要翻到背面看成分表。如果看到磷酸盐或添加磷的字样，要特别注意，尽量避免或少吃。人工添加的磷是无机磷，吸收率几乎达100%，对肾脏的伤害比天然食物里的有机磷高好几倍。第二，拥抱原型食物，拒绝浓缩食品。与其喝一大杯的果汁，不如吃半颗苹果；与其吃一个加工的汉堡肉，不如吃一块新鲜的鸡胸肉。原型食物才是真正安全、营养又护肾的选择。朋友们，你的肾脏虽然受伤了，但它仍在努力的工作。你不是这场疾病的囚犯，而是它的守护者。只要掌握正确的护肾逻辑，你依然可以吃的营养又健康，活得有尊严。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感谢大家观看，希望今天分享对你们有所帮助。如果喜欢我的内容，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也别忘了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